赖清德最严重的失言，他以为可以没有提词机讲出很精确的语言。中国是比较大的公司嘛，台湾是比较小的公司嘛。如果说你要并我的公司，你要提条件啊，不是台湾来提条件，让你说要或不要。可是因为赖清德本身对于国际事务、对于国际地缘政治程度很糟糕，他没有办法很精确的去描述、去呈现出他应该有的一个准确性。国际事务如果是都可以这样嘴嗨的话，那这个国际事务太容易了，不用功、不认真，他到底知不知道这里讲三小？赖清德讲以美论。我们把鸡蛋都摆在同一个篮子。这一次专访最经典的，我不会把它摆在中国，我们现在也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摆在美国。以美论啊，总统啊，三不该：不该以美，不该亲中，不该不爱台湾。赖清德以美，八九的话有人讲说，川普总统讲得很棒哦。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再加上您上任这一年，其实我们看到中国的军演，它不仅越来越频繁，台湾有许多的民众担心战争风险正在升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担忧？这个敏迪本身解读就很有问题。习近平展现野心是现在吗？中国展现野心是现在吗？说赖清德上来之后更频繁，当然更频繁啦。但是谁造成这个频繁的？是两岸互不隶属、敌国论，还是祖国论啊？是因为中国把并吞台湾作为它民主的伟大复兴，不放弃武力犯台。即便是马英九前总统执政时间，中国的军费也没有一年少过，中国部署的飞弹每一年都在增加。因为这个是他的国家政策，其实藏在这个国家政策，就是并吞台湾、成就他民主的伟大复兴这个国家政策的后面，其实是想要跨进西太平洋嘛，跟美国一较长短，也想要改变国际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这个才是他真正的目标。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民众会有担心啊，说会不会有这个战争的这个可能性？但是我提供客观的事实。所以赖神这里用了一个典型的我是客观陈述状况的人。简单来讲啊，在去他的主体化，是他导致了现在两岸这么紧张，他却很明确的说这个都是中国单方面的错。中国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要统一台湾这件事情是客观存在的，威胁客观存在的，任何时期都存在。从毛泽东时期没有打完的内战就一直存在。是谁让他变得更加激化、更加的 strong？ 绝口不提他自己搞出来的锅，他全部就甩给对岸。经典的一个手法，强调自己是客观事实，好像他不在做总统啊，好像他是第三方观察家啊。可是我们的股市啊，在总统8年任内，从8000多点到2万多点啊，增加了155%。绝口不提美国大放水导致的股市热钱暴增这件事情。2008年奥巴马印多少国债，印多少美元，川普第一任期后期印多少，拜登印多少，绝口不提。他不提美国国债暴升的速度，所以导致全球热钱跟全球股市的暴涨，非常好。不过经济学人最新的封面就是回应了他们4年前一样的封面，就台湾是目前为止世界上相当危险的地方。所以您还是认为因为经济走强，所以外资包含到不管是国外的政府单位还是民间企业对台湾有信心，这可以去消弭掉战争风险正在升高的这个疑虑。刚刚举那个例子是在反映一个客观的总体事实，不敢承认呢。后续我作为总统，我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吓对台的渗透统战，我的做法就是提出和平4大支柱行动方案，就是和平无价，战争没有赢家。我们对和平一定要有坚定的理想，但不能够有幻想。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强化我们的国防，不管是对外军事采购或是发展自主军工产业，顺势带动台湾的产业升级。印度的军购全世界名列前茅，基本上常年在前3。印巴一开战，空战打下来，印度直接被打趴，所以军购能够带动嘛。印度也制造航空母舰，制造光辉战机啊，回避战争议题，回避军购的事实，完全脱离地缘政治所发展的现实。所以你会发现赖清德活在另外一个次元。为什么要给敏迪选读访问？因为只有敏迪选读这样的主持人才能听得下去，才能接受 unification and peace 指的是中国跟美国，而不是指的是针对台湾问题的处理。不枉我们把鸡蛋都摆在同一个篮子。这一次专访最经典的，我不会把它摆在中国，我们现在也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摆在美国。以美论啊，赖清德讲以美论啊，赖清德以美。在于对岸他忽略了、无视了我们的贺主的讯号，所以仍有战争的风险，这就会让他民众觉得说，哇，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这么大，能不能够用谈的，能不能够不要跟他们硬碰硬？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世界安全跟繁荣的必要元素，就是强调了台海的问题不是台湾跟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所以我们才提出和平4大支柱行动方案。这个要有国防实力、经济韧性，肩并肩发挥贺主的力量。完全没有回答问题，讲了还是贺主那一套。只要中国愿意对等尊严，台湾愿意跟中国交流合作，以对话取代对抗，以交流取代围堵，进行合作，创造两岸的和平共荣。台湾是因为面对中国的威胁，我们不得不采取和平4大支柱行动方案啊。结果是又没有答案，而且姿态摆得很高。这是一场完全自爆却是 say 好的访问。他对台湾所采取的这种策略已经很多年了，情况变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中国所需要的吗？是谁提出的策略？这美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而且最近美国川普总统跟国防部长跟美国的官员都不断的讲，他们要把力量移到印太来，阻止中国势力的扩张。就是说中国20-30，不是哦，中美要 unification and peace。如果不是讲台湾的话，那应该要统一跟和平啊。中美要统一跟和平
行啊，哪来的什么把力量移过来？中国20-30年来的政策，不就在2008年到2014年之间达到了和平的最高潮，甚至出现了像是非洲小国甘比亚自行与台湾断交，然后北京却不收的状况，有这么荒唐的事情都会发生。以现在角度来看，几乎是不可能。又来了，又在偷换脉络了。两岸没有好过吗？全部用幻想的事实上，从小蒋开放探亲到李登辉初期，是一步一步往上升的。到了李登辉要民选总统的时候，开始出现比较强的台独意识的时候，所以出现95飞弹危机，开始变烂到阿扁更烂，烂到2008年又好起来了。20-30年来，两岸关系是上下，谁跟你一路就走到现在？一个总统可以公然的造谣说谎言，难怪你看会养出黑熊、八囧、曹新成。如果这样的结果中国不利，也不是中国预期想要的，那是不是应该要调整？台湾是一个与人为善的社会，台湾对中国也很有善意。其实中国应该要重新思考它的政策。您觉得面对习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这个先谈判再说，会是您愿意采取的策略吗？就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只要对等尊严，这没有问题。可是现在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对台的谈判策略不是如此啊。也就是说，台湾如果要谈判，那你台湾要先接受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就是要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是不是等同接受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你把台湾给定义，你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中国嘛？你定义中华民国只能是台湾吗？一个中国原则只剩下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那你怎么谈判？你把你这谈判路给堵死啦！92共识是这样讲的嘛？就不是92共识，就蔡英文说法叫92会谈的历史事实，也不是这样讲的吧？偷换概念到这种程度啊 ！People's Republic China,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它虽然是国号，但事实上它的最上层的这个概念，就以中国为核心的这个 sovereign state， 政府、人民、土地、主权，它会有一个大的一个涵盖。我们的宪法就自定义自己是中国，台独派系走到今天就是末路了，叫掩耳盗铃。台独现在只剩台湾独裁，为了要摧毁中华民国论述，搞了一大堆543什么祖国论啊、袁世凯国父论啊、孙中山嘴炮萝莉控论啊、共独论、主权未定论。所以当你在解释一个中国原则，你主动性的把中华民国阉割成只能代表台湾，事实上它就会从一个中国之下两个政体的对抗，变成台湾跟中国是主权要互斥的，而中国不承认这个互斥，所以它就在中国视角上你是分离主义，而你在视角上你会认为说它是侵略，你认定是侵略，他认定是分离主义，国际怎么认定呢？台湾终究没有超脱出所谓中国这个主权的范畴，所以为什么2758号决议文从来无涉台湾主权，本来就不涉及。联合国成立之初，台湾就是属于中国这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只是联合国为了避免争议，所以从来不针对边界这件事情进行清晰的论证，但是他会透过很多会议、安理会的决议、大会的决议等等的实质来通过这些讨论，包括一些国际条约。中国也公开讲出来嘛，所谓的台湾方案，卖台协议就这么简单，因为这个要出卖台湾主权，但事实上根本就是颠倒过来思考。而且中国也公开讲出来嘛，所谓的台湾方案就是港澳模式的一国两制嘛，这个不是台湾人民可以接受的，不必然就一定要接受台湾。你确定是这样讲的吗？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应该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那也要尊重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生活的方式。它是个大国啊，中国是比较大的公司嘛，台湾是比较小的公司嘛。如果说你要变我的公司，你要提条件啊，不是台湾来提条件，让你说要或不要，而且还说你一定要变成是我的一部分，都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做法，这不行啊。台湾是民主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最严重的失言，赖清德以为他可以没有提词机讲出很精确的语言，可是因为赖清德本身对于国际事务、对于国际地缘政治本身程度很糟糕，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呢很精确的去描述、去呈现出他应该有的一个准确性。国际事务如果是都可以这样嘴嗨的话，那这个国际事务太容易了，不用功、不认真，然后去讲出这个，他到底知不知道这里讲三小？中国是比较大的公司，台湾是比较小的公司。如果你要并我的公司，你要提条件，标准的卖台比喻。现在台湾之所以不能被并，是你提的条件太差。主权是可以让渡、可以割让的吗？中国敌国论虽然也是一个巨型翻车，但中国敌国论终究它一定程度暗合了台湾人的对对岸排斥的一些潜意识流。结果呢，就是同温层式的一个自嗨啊！因为这个说法出来之后，相当于赖清德过去所坚持的台独精髓人设是崩盘的啊！你台独怎么可以交易呢？郑南榕是不惜自焚啊，也不可能对台独让步啊！结果你竟然交易，你竟然说可以交易，你这相当于是说你认为可以谈、可以交易，能谈吗？所以这个是怎样呢？这是长期以来呢，赖清德重用侧翼变文胆，用这种同温层式自嗨的说法，他觉得他在这个当下比喻妙不可言啊！大家都给他鼓掌。没有人去抓出他的逻辑漏洞啊！你在正式场合表达还洋洋得意，自以为厉害，愿意上节目却不愿意去立法院兑现选前承诺国情报告，
太夸张了吧？脑子有洞才信你的讲法，他妈的你的前言不对后语啊，没有一个东西是对的，逻辑错乱，各种分割。